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俄乌战场哦。这个时候呢，川普逼乌克兰要在耶诞节前夕投降，耶诞节已经快要到了哦，剩下1-2个礼拜而已。我们来看到泽伦斯基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提出了要放弃北约了。大家在看说，哇，那你这3年的战争是白打了吗？北约这时候慌了，则是喊说要来跟俄罗斯站起来。好，今天节目都会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俄乌战争，我们看到打到现在已经进入到3年了，死了上百万的人，最后的结局却可能因为美国的一句话而改变。川普在这个时候直接点名了，他说耶诞节的之前，针对于俄乌的和平协议，你乌克兰要赶紧给一个说法，赶快表态，也意思就是说对泽伦斯基下了最后的通牒了。川普话才刚说完，确实泽伦斯基就立刻表态了，终于他是说了，乌克兰愿意放弃加入北约，等于也是亲口承认俄乌战争打了这3年的血战，以及北约这一张门票一直来来回回的，到底可不可以加入？现在也确定了，一切都是一场空头支票。这一场战争打了3年，等于回到了最原点的起始点。而我们来看到，包括了这泽伦斯基在这个时候又补了一句话，他说顿内茨克要不要割让，接下来会由人民来做决定。只是说目前来看，川普真的等得起吗？那么普丁会让你公投吗？还是说这只是泽伦斯基的一个拖延战术？我们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泽伦斯基在此刻终于是抛出放弃加入北约，这3年白打了吗？这个时候他又提到顿内茨克给人民公投，他的盘算会是什么？泽伦斯基当然一路要说谎啊，他前几天在讲说，川普叫他总统赶快改选，他说现在战争没办法改选。那我都听不懂了，战争怎么可以公民投票呢？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嘛？所以摆明了他就想拖，可是他不想负责的，他知道说如果他签字，他以后会被怪罪，因为战争在他任内发生的，然后战败割让土地也在他任内发生的，然后这个还不能加入北约，还要修宪，也是他在任内发生的，他会承担所有乌克兰所有的怪罪，所有的罪责，而且东欧有个传统。国家失败要找替罪羔羊，没有人比他这一只羔羊更适合当了替罪羔羊，找不到了。所以他依东欧的传统要流亡，要不然可能会受到断头台，这是没办法。这东欧的历史就很奇怪战败了你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人民的愤怒跟挫折啊。他为了推卸责任，那说这个割让领土我不能做决定，要公民投票啊。他忘了前几天讲说总统选举没办法如期选举，因为战争。好了，不管他怎么讲了，其实最不想停战的是谁？普丁。他很开心看到泽伦斯基不断的提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他说继续打，慢慢打，不急的啊，每天冬季作战准备开始了，他干嘛理你啊？可是普丁不急，这个泽伦斯基不急，最急的是川普啊，他答应美国选民要把这个战争做一个perfect ending， 一个完美的结束，结果没想到碰到这种棘手的局面，连泽伦斯基连乌克兰都管不住，这个对这个川普的在美国内部的这种领袖威望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对，那你明年怎么选啊？人家吐槽你，你就没办法选。一个政治领导人不怕人家怨恨他，怕人家瞧不起他，吐槽他，这是很大一个伤害。那对于这个普丁啦，他其实算盘打得很紧，我管你公民投票不公民投票，你反正我占领的地区你已经要不回去了，要么就拿别的东西来交换，那你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交换啦，所以他反正老神在在，他根本懒得去理那个川普跟泽伦斯基每天在讲什么，好像照他战争一直打下去就对了。好，所以我们看到此刻的川普，他急着要把这场战争给提下来，因为紧接着就是俄罗斯的冬季的作战，马上就要正式的展开了。美国这时候希望喊着赶快停下来，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在背后的老大哥还有欧洲啊，这个泽伦斯基背后的老大哥，欧洲却是不愿意停下来的，而且还喊说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的加码援助乌克兰。欧洲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他先在资金面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想法，他说要把冻结的1930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直接呢拿来援助乌克兰，来买他的军备。这个想法一出来之后，立刻遭到了各方的批评。首先，自己欧洲内部的清算所就警告说，你这样子做，其实对我们欧洲是不利的，会出现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美国也私下反对欧洲这样做，他说你不该用这些资产来继续延长这一场战争啊。那外界也在看说，没收了俄罗斯的资产去帮乌克兰，也等于是直接对普丁来做宣战。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欧盟还会继续做下去吗？如果真的持续的支持乌克兰，接下来普丁会如何报复？杨老师怎么看？还记得美国跟俄罗斯达成的28点和平谈判要点当中，就谈到了就是俄罗斯被欧洲以及相关国家冻结的海外资产达到3000亿，中间其实有个7%是在日本这边，那他们是规定其中2000亿还给俄罗斯，1000亿留下来做战后乌克兰的重建。是，当然重建的收益一半美国要拿走，但这个就是在整个美俄谈判当中的几个要点之一，其他像是领土安全，这3大要点其实最大的关键还是领土，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谈成。我看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正在柏林，美俄乌欧洲正在进行了谈判。我们刚刚谈到泽伦斯基已经宣布放弃加入北约，不过这种宣布其实大家都已经决定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根本都没有这一项，领土不可能。那这个所谓的就是动用资产的问题，我觉得欧洲这些有一些国家它就要冻结这个将近2100亿欧元的这个资产。那用冻结资产让美俄之间无法真的达成这个协议，因为俄罗斯一定会反弹，对，而且要把这个冻结资产里面将近1930亿的欧元用来援助乌克兰的军事经济，现在而不是战后，也就是要拖延战争，那俄罗斯绝对不会答应。其实这个冻结本身匈牙利跟斯洛伐克都强烈的反弹，那可是呢，谁强烈的支持？立陶宛的这个政府，还有呢，欧洲的外交安全的代表叫做卡拉斯，卡拉斯是之前爱沙尼亚的总理，所以你现在看比较东欧反俄支持俄乌战争的这个国家，现在倒过来全力支持。可是要问欧洲决策其实最主要还是2大国嘛，一个是法国，一个是德国。但现在这2大国根本就是摆烂，马克宏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去影响决策。而莫尔兹呢，我觉得莫尔兹真的决策能力非常的这种幼稚，而且弱智。他现在还是编了130亿欧元左右，要明年给乌克兰作为就是军事使用。全欧洲现在只剩下德国还编这个预算，可是呢，他又没有计划说要怎么去结束这个问题。那因此，那你要记住，俄乌战争继续延续的话，那钱哪里来？对，只有德国的130亿不够，所以呢，他们就动脑筋动到了这个俄罗斯在瑞士等国的这些资产，加起来大概是2100亿。那我是觉得这个做法其实没有什么用啦。对俄罗斯而言，那就继续打呀。对乌克兰而言，拿着这个钱，他能够打多久呢？美国呢？美国会觉得，那既然你有钱，我就不管你了，所以情势会更加的恶化。欧洲没有能力去面对真正俄乌战争如何结束的能力，而只是把这个问题往后拖，变成后面更严重的问题。好，现在面对欧洲国家已经态度很明显了，就是希望支持乌克兰，让这场战争继续的延续下去。川普看在眼里了，这是来自于经济学家，这位是 Nora Smith 特别指出了，他说川普看在眼里这些情况，所以他现在正在疏远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并且转向普丁。那当美国开始停火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凶的竟然是北约哦。北约秘书长吕特这个时候放话了，他还说，
跟欧洲一样，态度非常的坚定。他说，北约必须要准备好，接下来我们要和俄罗斯来开战。同一时间，我们来看到英国跟德国的态度。英国已经开始谈国家韧性了，要强化武装力量，加强自己的关键基础设施。德国也宣布，明年会派兵加入波兰的东方盾牌，来巩固整个在北约的防线。普丁是真的有想要侵略欧洲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是欧洲他想要用放话加恐吓来掩饰接下来美国可能会抽身的恐慌？如果北约接下来只有自己没有美国的话，他真的能够对俄罗斯全面开战吗？几个问题，吕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啊，那个北约现在最厉害的武器啊，都不是在战场上看到的，其实就是认知作战跟嘴炮而已。也就是讲的好像很狠啊，然后但是呢，真的要那个实打实的买装备的时候，他要用俄罗斯的钱，因为他自己没有钱。那而且呢，现在俄罗斯很聪明的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整个扭转这个战局的战略的部分啊，也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在卢甘斯克、顿内茨克以及赫尔松以这一个地方在作战啊。那在这个地方作战的时候，也就是在内线，也就是所有的北约国家都支持乌克兰，然后对着打。那然后结果，俄罗斯采用了另外一个战略，我就去袭扰你其他的国家，也就是我开始展开外线，让你只能顾自己。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也就是当他的无人机，他没有攻击任何的波兰啊或罗马尼亚，可是我飞进你的境内。你有本事就把它打下来啊！那我也没有要攻击你啊。那这是一个部分。然后波罗的海三小国觉得没事吗？那其实爱沙尼亚那个它的一个领空，然后就被直接的擦边的穿越。这个也就是当北约国家每一个国家都觉得，哎呦，我岌岌可危的时候，没有人要再帮助乌克兰，这个才是真正的实况。而且这个问题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虽然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装备好像大家觉得不怎么样，事实上也是，不然他直接用火炮就好了，他为什么要用无人机呢？也就是他的火炮不急，还不如做无人机来得快。那而且当大家开始要对俄罗斯进行核威慑的时候，俄罗斯从来不理这一套，也就是当你北约在进行这个核武军演的时候，我立刻就打针果树，这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当你在对我进行以这一个战斧巡弋飞弹的时候，我立刻就把这个海燕的核动力的巡弋飞弹直接飞起来给你看。这个飞弹它本身虽然是核常兼备，可是更重要的是它打下来就变脏弹，因为它上面通通都是那个我们讲到的核动力啊，所以它打下来就变脏弹。但是俄罗斯不断的啊，那在发展新的长程打击的一个武器，而且这个长程打击的武器，我们刚刚现在所看到的这个9M729的这一个飞弹呢，其实是在当初中导这个协议中间被限制的，现在又拿出来用，它的射程呢，那个包含了英国，甚至连冰岛，远在冰岛，甚至北欧所有的国家。欧洲全部通通都在内，所以有国家能够抵抗这种飞弹吗？没有，因为它又是高超音速的飞弹。那有没有？现在我们讲到说，在战场上面，如果泽伦斯基他什么都没有，他一无所有的话，他现在就只剩了，也就是交易而已。那交易现在第一个交易掉的，也就是我们看到他放弃加入北约。其实大家早就知道他没底气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可以交易呢？也就是那4周而已。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